大家好，我是老陈，今天想和大家聊聊被动收入，如何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首先，什么是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就是区别于你每天上班所得到的收入。被动收入就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的收入也在进行，而不是说一天不上班，你这个收入就没有了。那么被动收入是不是说你有了之后，你就永远不要去管理它，它都会自动的增加你的财富呢？不是的，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管理，但是它不是说你每天都要去做。那么什么是被动收入呢？被动收入形形色色，名目繁多。我现在介绍几个主要的被动收入。首先就是股票，大家买了股票以后，就不用每天去炒股票，那个股票涨了，你的收入就增加了。或者债券，或者一些证券类的东西，一个大众的被动收入。还有一个我们华人比较常用的被动收入，就是投资房子收房租，你睡觉的时候，房租也会到你的账户。第三，写书，你写了书以后出版了，你就有版税或者稿费，这种也是被动收入。还有你投资在加盟商店、加盟餐馆在运行的时候，你也是可以得到你的被动收入。而现在最流行的被动收入，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做的 YouTube。 有些人上班归上班，下班以后搞他的广告费，他的一些附加的通过 YouTube 上课的收入，或者付费的视频，他的加盟联销，他在 YouTube 上面推销他自己的商品，或者在 Facebook 脸书上推销他自己的商品等等，这些都是被动收入。被动收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大家都不要小看它。我们华人有一句老话，马不吃夜草不肥，人没有横财不富。也就是说，你单单靠工资来生活，你就会处于月光族的命运。这在美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美国房客中有很多人就是这种状态。英语叫 from hands to mouth， 也就是从他的手里赚来的钱就到了他嘴巴里，没有一点积蓄。说的横财，我不是说像国内一些贪官去贪污，拿国家的财产去包小三，我说的横财就是被动收入。你投资一本书，买房子，买股票来拿到你的被动收入，使你的财务走向自由。我说的走向自由，并不是说你随心所欲，你钱已经多到今天我想买一个直升飞机，明天买一个豪华轿车。我是说财务自由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哪一天会变成月光族，或者你感到你的手头非常的拘谨，你可以过一种非常舒服的、非常理想的退休生活。而有些人很早就退休了，就是因为他们的被动收入非常的高，他们在投资股票、投资房产等等方面有了他们的一个非常结实的基础，所以他们就不上班了。也就是说，他们全部靠被动收入过日子，这种例子也不少。那么我聊聊我自己的被动收入，不论是在国内或者在美国，我的被动收入都远远超过我的上班的收入。我先聊聊我在大陆的被动收入。我在大陆，我是大学里的老师，我的 major 也就是上的课程是 fashion 或者是服装进出口等等。
由于在大学里上课不用坐班，一个星期2天是上课，还有1天是政治学习，而且还有寒暑假，所以我就利用我自己的时间写作。在1996年，我出版了我自己第一本书，也就是我们国内第一部辐射大字典，就是这本大字典。这是我国第一部辐射大字典，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它的价钱是180块。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了轰动，许多媒体都报道。而出版之前，纺织部部长吴文英他还在这本书上题了字，还有纺织部为这本书也发了红头文件，摇旗呐喊，说这本书填补了我国的一个空白，我国第一部综合性、系统性的多功能的辐射工具书。这是由中国纺织总会，也就是中国纺织部下达的红头文件，是1997年4月2号红头文件。这个是中国纺织总会教育部1997年3月26日。世界辐射词典是中国第一部多功能综合性的大型工具书。最近有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的巨著，填补了我国服装史出版史的一项空白。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说是名利双收。大家会说，老陈，英雄不提当年勇，你为什么要讲陈年旧事？我不是黄埔卖瓜自吹自夸，我是作为一个例子给大家知道一下被动收入的重要性。我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上海远东出版社给我签了一个协议，就是要我包1000本书，他一共是印了2500本书，因为他也不知道这本书的销路好不好。虽然纺织部部长吴文英也提了词，上海纺织局的局长，也就是第一把手朱匡宇，也是上海的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我这本书的总顾问，他是当时副总理的朱镕基的侄子。但是出版社还是有点胆怯，他叫我包1000本，我就答应了。他们自己推销1500本，但是他们给了我一个6折，也就是他们给我的书是113块，有63块的差价，这本书是180块。后来我把这个书运回家以后，我就到许多城市去推销，主要是沿海城市。由于我有这个红头文件，而这个红头文件是要求我们的一些纺织和服装有关的行业购买这本书，所以对我的推销就带来了很大的助力。我和我前妻把书运到北京服装进出口公司、纺织品进出口公司、天津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服装进出口公司，我都是在外贸的企业推销这本书，因为外贸企业比较有钱，而且他们用得到这本书。我这本书有中文也有英文，还有3个不同的方法来索引。首先是在整个书上英文26个字母来索引，而在前面我有中文的笔画索引，而在最后我还有分类索引。这个对于外贸工作者来说，他们是非常有利的，他们要查一个英文的中文解释都非常的方便。所以我带了这个书出去以后，每次都是很快的销售完结。他们有些都是给我支票，而有些就干脆给我现金，所以这1000本书很快我就销售完了。我卖给他们都是180块。由于每本书
都有63块的差价，没有一个企业给我还价。他们一看这个红头文件，上面是红头文件的编号，还有吴文英的签字，他们二话没说就给了我钱。1000本书我就马上拿到了63000人民币。书是1996年11月出版的，我拿了书以后马上就去推销。我和我前妻用2个活人包装满了书，一次就是100多本。由于这本书非常的厚，有1357页，非常的辛苦，我们2个人装满2个活人包拉到火车站，然后就沿海从北京、天津、山东、青岛、南京一直到广州，一直到许多大城市，所以我这本书就销售一空。我这本书的收益还不单单在国内，在我赴美的时候，我带了一些书进来，而这些书我在美国全部销售一空。纽约图书馆的许多分馆买这个书，譬如法拉盛图书馆、曼哈顿图书馆等等，还有世界著名的服装学院 FIT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也买了我的书，因为那里也有许多中国的学生，他们需要这本书。 FIT 的地址我也写在这里，还有一些大学，譬如在费城的邮片，他们的服装系也买了我的书。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到 FIT 去看这本书。在法拉盛这本书本来是在架子上，因为这是20年前的事了，所以它也下架了。他们都是出价50块美金买我的书，所以我这本书也在美国赚了不少的钱。因为我买的时候是117块，那时候人民币比美金是1比8.3，所以也只有20美金。他们给了我4、5万稿费，加上63000块的书价，所以我一下子就拿到了10万到11万。而那时是1996年、97年的时候，人民币还没有贬值，所以这个钱还是含金量很大。我这个书给我带来了钱财，远远超过我在大学里教书的工资。我在大学里教书也不过1000多块，因为那时候人民币还没有贬值，1000多块算是比较高的工资。与我的这本书出版的收入还有版费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我的被动收入一下子就有11万之多，而我的工资也不过1000到2000。所以说在国内我的被动收入是远超我的日常收入。我还说是名利双收，所谓名就是许多报纸都在报道我的这本书和我这个作者，而且我们行业里就给我评了高级工程师，而那时候我只有40多岁，也是我们行业里年纪最轻的高级工程师。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被动收入。那么我在讲我是如何在美国获得我的被动收入。我在美国的被动收入主要从我的出租屋。我除了在餐馆送餐之外，我在2009年8月28日在麻省国的第一处房产，一幢独立屋。那时候是经济最不好的时候，也就是房子的价钱最低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甚至有1万、2万的房子，而我那个房子因为区还是很好，靠近一个美丽的湖泊，所以中介就极力推荐我买这个房子。我就花了5万8千块买下了。那是2009年，如果是2007年的时候，
房子的价钱就是天壤之别。而2007年的时候，房价是最疯狂的时候，也就是因为房价最疯狂，造成了美国银行很多坏账，因为他们拼命的贷款客户买房子。我的3个邻居都是2007年买的，到2009年的价钱都是入水了。所谓入水，他们买的价钱已经远远低于房子的价钱。我的这幢房子的人把房子抛弃，因为房子已经入水了，就是他再贷款还贷款的话就非常的不合算，带着他的3个小孩就走了，他也不要这个房子了，他也不还这个贷款，所以银行就把这个房子打趴。当时买的人也挺多的，因为非常的便宜，它是从119000一下子降到了58000。我的强项是我有现金，我的中介和出售房的中介一讲，出售房的中介就和我的中介说，好了，你把钱拿过来，我们房子就归你了。所以我就很快的拿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是发爬屋，我就开始看 YouTube， 我就自己装修，我也没有请人。装修好一个房间，我就租出去一个房间。我把这个房子装修好以后，我把3个房间全部出租出去，我自己留下了一个。因为我是在餐馆里送餐，我也就是每个礼拜有1-2天回来睡睡觉。这个房子现在已经增值到168000多块钱，也就是我整整的增值了10万块钱。2014年那时候的房价还没有反弹，我在我原来这个房子的附近，我又买了一幢房子，开价是9万9，我还价是9万4，给你现金。他们的中介也马上答应了，又买下了我在美国的第2幢房子，是一幢比较大的房子，它2层楼，9万4买进来以后，到现在已经增值到将近20万，而这个房子我也租了出去。就这样，这2个房子给我带来了将近每个月有$5000的被动收入。因为我是按每个房间租出去，而不是把整个房子租出去，这样又给我增加了更多的被动收入。比如说我后面买一个房子， Zillow 这个网站给我的评价是，我这个房子的租金是18000多块钱，但是我是一间一间的租出去。为什么要一间一间的租出去？有2个利益，一个好处可以拿到更多的租金。像这个房子我一间一间租出去，最高的一间房子租金是800块，最低的一间也有520块，总共将近3000块。去了我包水电煤差不多也有2000多块，这是一个收入的增加。第2个是赖账的风险比较少，因为我是按照麻省的法律30天告知 30 days notice， 而我没有签合同。根据麻省的法律，如果你要走，你要给我一个 notice， 要告诉给我30天的准备。我要你走也是30 days notice， 也要给你30天的准备。而我手里每个人进来都有1个月的押金，所以如果他要赖我的账的话，我马上就知道了，我还有1个月的钱在我手里，我就可以和他交涉或者打官司。而房客如果为了1个月的房租或者2个月的房租要和我打官司，他们都认为不值得。如果我是整幢房子租出去的话，马上就要签一个 lease， 也就是一个房租合同，而 lease 起码要签1年，而他签了 lease 以后，他就可以赖你的钱。他说这个房子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而在这1年里面你是不能赶他走的，因为你有一个 lease。
而在这1年里，他就可以白住，他就给你搞，而你对他一点都没有办法，你起诉他也要在1年以后他才会走，所以你的损失是很大的。而且1年里面他会把你的房子搞得乌烟瘴气，你1年里面你是不能进入你的房子的，因为这是他的权利。而我现在一间一间的租出去，每次要回去收租，我都会看看我的房子怎么样，有哪些地方给他们搞脏了或者搞坏了。而我现在不能进入他们的房间，但是我可以进入这个房子，这是我的权利。所以这个1年一租和1个月分头租，这个区别就是在这里，你不用承担很大的风险。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几年房东，没有一个人赖我的账，也没有为了房租要上法庭。这就是分租的好处，这个就是我在美国的被动收入。我在2011年我出版了我的第1本英语小说 Dragons and Insects， 这本书在亚马逊也有的买。在14年我写了我的第2本英语小说 The Spirit of the Grand。 我在美国也想从这方面拿到自己的钱，但是这2本书都没有给我增加什么太大的被动收入。所以被动收入也不是说一蹴而就马到成功的，也有赚不到什么钱的，也有失败的。当然我这2本书不是说失败，但是并没有在经济上给我带来很大的收益。除了我们的退休金之外，我们2个人都有被动收入。我的被动收入是房租，而他的被动收入是股票。范尔有很多的股票，这是他们的祖先留给他的。范尔没有买过一张股票，但是他的祖父买了好多股票， NTNT 还有很多保险公司，还有一些其他的公司。这些股票在他祖父死了以后传给了范尔的爸爸，他的爸爸死了以后传给了他的妈妈，在2017年过世了以后，这些股票就成为了范尔的财产。范尔是独生女，没有兄弟姐妹，而范尔这个股票也是非常值钱的。虽然这些股票经过了这么多年，有些股票的名字改了，有另外一个公司收购了，或者有那一个公司收购了，改来改去，但是它这个股票的价值没有改变过。所以范尔他经常有股票的收入，有时候1000块，有时候2000块。上次他跟我说 NTNT 就给了他2000多块的收益。股票和租金相比，股票的波动比较大。我的租金的收入比较稳定，每个月差不多就是5000，去掉我的一些费用。而他的被动收入股票波动很大，在冠状病毒肆虐美国的时候，美国的股票曾经一路千涨，而他的股票也是掉了很多钱，而最近又有很大的反弹，对他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他也有很高的退休工资。他是32年的教师，而且有2个硕士学位的文凭。他在退休之前，他在学校里是工资最高的，他也不会卖掉这个股票，还是像祖先一样传给女儿儿子。我和他签了婚前协议，他的财产永远是他的财产，我的财产永远是我的财产。我们有共同的账户，但是我们的固定资产都是留给我们国自的后代。我现在和我的老婆范儿都是拿退休工资，我们2个人的
被动收入，希望给大家一个启发，就是大家一定要建立自己的被动收入，来达到财务自由。就是说，你从被动收入来达到比较大的财务上的积累，使你不会生活在一种月光族的状态下。好了，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了一下被动收入。首先，我聊了什么是被动收入。第二，我聊了一下被动收入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何的重要。第三，我讲了如何建立你的被动收入，如何通过你的努力，在一些不同的领域来建立你的被动收入。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